传说中，波塞冬拥有一颗深蓝色的宝石，被称为海神之石。拥有它的人将得到波塞冬的保护，能够在海洋中自由行走。据传闻，这颗宝石就藏在格里德拉大陆一片名为暮光海的地方。可是据海岸边的渔民所说，前去寻找海洋之石的船队没有一个从暮光海上回来。然而就在今天，又出现了另一个挑战者，一艘猎魔船在汹涌的大海上摇摆。他们还不知道的是，死亡的威胁早已向他们靠近。在海底沉睡了数千年的利维坦感受着海洋的脉动，而这不请自来的外来者也成功地激怒了这位统治着海域的海底巨兽。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不知名苹果学子。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产品呢，就是由我是一块砖出品的这一套利维坦之怒。这一款产品呢，与我们先前有介绍过的龙之秘藏隶属于同一个世界观、同一个系列。不得不说的是，我是一块砖的这一个系列啊，确实是出一款惊艳一款啊，场景故事感实在是太强了。基本上拼搭完成呢，就可以从细节里面读出一整个故事了。同时在机关和玩法上面每一次都有创新，像上一次的无限宝藏和这一次在汹涌大海上摇摆的猎魔船都做得非常巧妙。设计师仅用了几块零件便搭建出了这个活灵活现的小船，有船帆也有船舱，仅通过内部的一根转轴就还原了整片大海波涛汹涌的样子。不光是小船在动，其实是海水跟船在一块动。同时在海浪处的搭建也做得相当生动，用了3种颜色不同的透明零件来还原海浪。整个海面利用的空间看起来虽然很小，但却把猎魔船、海浪、小岛、灯塔全部都浓缩在了一起。整一个主视角被搭建得非常丰富且自然，而到背面的搭建就变得稍微简单一些，主要是以功能性为主。在小岛的悬崖边上呢，有2块造型奇异的石头，抽开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藏宝图了。藏宝图指引我们来到了这个藏在海底之下的遗迹。遗迹门口的2个石像呢，已经留下了不少岁月的痕迹。大殿的正中央呢，矗立着这个原本属于波塞冬的王座，王座上也被不少青苔给侵蚀。在海底神殿的内部，设计师添加了不少海草、海带、珊瑚礁，甚至还有正在游动的小鱼。神殿侧面的蓝色透明水母更是点睛之笔，并且在点亮上方海洋灯组以后，整个神殿被蓝色微光照亮。诚然，这个神殿里面确实没有一滴水，但有谁又敢说第一眼看到这个神殿不觉得它是海底的呢？底座的搭建呢，做出了非常多这个罗马柱的造型。波塞冬的王座下方有2块与藏宝图一样奇怪的石头，抽开来我们就会看到海洋之石了。为了体现这个沉睡千年的海洋领主利维坦的巨大，设计师将其盘旋在整个场景之外，选用了绿色的印刷眼球来提亮。超级长的尺寸、巨大的体型、锋利的牙齿，无不凸显着其危险性。或许都不需要我过多的介绍，将它放在那里就变成了一个故事。不得不说，这一款我是一块砖出品的利维坦之怒呢，是我2025年开年以来拼到过最惊艳的积木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对这款产品的简单分享了。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记得给我点个关注。这里是不知名贫困学子，来日方长，我们很快再见。